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回到紫雲健康頻道。很多慢性腎衰竭的患者，每次拿到化驗單，看到肌酐升高、尿素氮超標，心裡就慌得不行。西醫說要透析，可又不想那麼早就走到那一步。其實在慢性腎衰竭的非透析期，中成藥是可以幫上大忙的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會把臨床上治療慢性腎衰竭最常用的中成藥分享給大家。那麼我們一起來看看哪些藥能保護腎功能，哪些藥能降肌酐和尿素氮，它們分別適合什麼症狀的人用，以及用藥時最容易踩的坑是什麼。最後我們看看這些藥到底怎麼選怎麼用，讓大家看完就能上手。咱们先一起了解下慢性腎衰竭到底是怎麼回事。我们可以把腎臟想象成身體裡的過濾器和清潔工，它的工作就是把血液裡的廢物、多餘的水分過濾出去，通過尿液排出體外。腎臟裡有很多叫腎單位的小工人，專門負責這個活兒。慢性腎衰竭就是這些小工人越來越少了，幹不動活了。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，可能是糖尿病、高血壓、腎炎，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腎臟沒法正常工作了。那會出現什麼問題呢？一、垃圾堆積，該排出去的代謝產物、毒素排不出去，堆在身體裡，這叫潴留。二、秩序混亂，身體裡的水、電解質，比如鉀、鈉、鈣、磷的平衡被打破了。三、影響全身，腎臟的問題會牽連到全身各個系統，比如心臟、大腦、消化道等等，出現一系列複雜的表現，所以它是一個臨床綜合症。好，了解了這一點，我們再來看中成藥，就容易懂了。治療慢性腎衰竭的中成藥，我把它們分成3大類來說，這樣大家記起來更清楚。我們先看第一類，保護腎功能的藥。這類藥的作用就是保護那些還在工作的小工人，讓他們別那麼快累倒。代表藥物百令膠囊和金水寶膠囊，這2個藥的成分差不多，都是從冬蟲夏草發酵出來的菌粉。說白了，就是用現代技術把冬蟲夏草的有效成分提取出來，做成膠囊。那麼它們的功效是什麼呢？補肺腎、益精氣，聽起來很玄乎。說白了就是讓我們的精神好點，睡眠好點，腰腿有勁兒點。什麼人適合吃呢？如果我們總覺得累沒精神，晚上睡不好，白天記性差，腰酸腿軟，那就可以考慮用這類藥。這類藥能保護腎小管，就是腎臟裡那些管道，還能抗纖維化。簡單說就是防止腎臟變硬變廢。第二類成藥，降肌酐、降尿素氮的藥，這是慢性腎衰竭患者最關心的。化驗單上肌酐、尿素氮高了，就想趕緊降下來。這類藥就是幹這個的。它們的原理是把身體裡的毒素從腸道排出去。我給大家詳細說幾個最常用的。一、尿毒清顆粒，它的組成裡有黃芪、黨參、白朮、大黃、茯苓、川芎、丹參等，作用是通大便降毒素、健脾祛濕、活血化瘀。聽着複雜，其實就是3件事。第一，通過大便把毒素排出去。第二，調理脾胃，因為腎衰的人脾胃都不好。第三，改善血液循環。如果我們肚子脹，吃不下東西，噁心想吐，身體沉重沒勁兒，伸出舌頭一看，邊上有牙齒印兒，那就適合用尿毒清。尿毒清顆粒適合用在慢性腎衰竭的非透析期，就是還沒到要做透析的程度。二、海坤腎洗膠囊。海坤腎洗膠囊的主要成分是褐藻多糖硫酸酯，這是從海藻裡提取的一種物質，作用是化濁排毒，就是把體內的濁毒化掉排出去，比較適合有噁心嘔吐、不想吃飯、肚子脹、身體困倦、尿量少、浮腫這些症狀的患者。如果我們有這些表現，海坤腎洗就很適合。三、腎衰凝膠囊，這個成藥也有顆粒劑。腎衰凝膠囊的組成裡有丹參、大黃、太子參、黃連、牛膝、半夏、紅花、茯苓、陳皮等，主要作用就是健脾益氣、活血化瘀、通腑泄濁，跟尿毒清有點像，但側重點不同。它比較適合慢性腎衰竭，表現為腰痛、沒精神、臉色發黃、沒光澤、沒食慾、噁心想吐、大便不痛快、粘在馬桶上不容易沖乾淨的情況。這些症狀的人用腎衰凝效果好。四、肾康注射液和腎康栓，它倆的主要成分是大黃、丹參、紅花、黃芪、
注射液和栓劑成分是一樣的，只是用法不同，主要作用是降逆泄濁、益气活血、通腑利湿。这個药对應的淤血和濕濁表現更明顯，症狀有惡心想吐、嘴裡發黏、口感覺比較黏膩、臉色發黑發暗，我們叫面色晦暗，身體困倦、腰痛、沒食慾、肚子脹，甚至手腳發麻、肢體麻木，嘴唇發暗、舌頭發紫，甚至有黑色的瘀點。肾康注射液一般是住院期間用，醫生會給患者輸液，出院後在門診一般就用腎康栓，就是塞肛門的那種栓劑。5. 腎康寧膠囊也有片劑，腎康寧膠囊的主要成分有黃芪、附片、益母草、鎖陽、丹参、茯苓、澤瀉、山藥等，主要作用是温腎益氣。大家注意这個温字，說明它是給腎陽虛、怕冷的人用的，比較適合有腰酸、沒力氣、怕冷、夜裡起夜多的患者。如果我們總覺得手腳冰涼、後腰發涼，那就是腎氣虧虛，用腎康寧比較合適。我們上面說的尿毒清顆粒、腎衰寧膠囊、腎康栓，它們裡面都含有大黃，大黃有清熱泻火、卸下攻积的作用，所以吃了這些藥以後，很可能會拉肚子、大便次數多、大便稀的問題。如果大便1天3次以內沒有明顯的肚子疼、腹瀉不舒服的情況，那可以繼續吃，不用停藥，這是正常的，說明要再起作用，通過大便把毒素排出去。但是如果出現了明顯的腹痛、腹瀉拉個不停，那就得馬上停藥，然後去找醫生調整。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吃了藥拉肚子就慌了。其實輕度的腹瀉是藥物作用的表現，但嚴重腹瀉就不行了，得停藥。第3類通便排毒的藥，這類藥就更直接了，專門用來通大便排毒素的，比如大黃蘇打片和辛清寧片。大黃蘇打片也叫大黃碳酸氢钠片，主要成分就是大黃和碳酸氢钠，就是小蘇打，作用就是解毒通便。大黃通大便，小蘇打和胃酸鹼化尿液。辛清寧片的主要成分也是大黃，這2個藥的作用就是讓我們通過拉大便把腸道裡的毒素排出來。因為慢性腎衰竭的人腎臟排毒功能不好，那就從腸道多排一點。同樣要注意，這2個藥都是大黃制劑，吃了肯定會拉肚子，大便次數多，1天3次以內沒有腹痛，可以繼續吃。但如果腹瀉嚴重或者肚子疼，就得停藥了。這期視頻我們說了這麼多成藥，大家可能會問，那麼到底該用哪個？我給大家總結一個簡單的方法。第一步，看主要症狀。如果主要症狀是累、沒勁兒、睡不好、腰腿酸軟，選百令膠囊或金水寶膠囊。如果主要症狀是肚子脹、吃不下、噁心、舌頭有齒痕，選尿毒清顆粒。如果主要症狀是噁心、嘔吐、尿少、浮腫，選海坤腎喜膠囊。如果主要症狀是腰痛、疲倦、臉色黃、大便黏，選腎衰寧膠囊。如果主要症狀是臉色暗黑、嘴唇紫、舌頭紫、手腳麻，選腎康注射液或腎康栓。如果主要症狀是怕冷、夜尿多、手腳涼，選腎康寧膠囊。如果就是想通大便排毒，選大黃蘇打片或辛清寧片。第2步，看我們的化驗指標。如果肌酐尿素氮明顯升高，那就要選第2類藥，降肌酐降尿素氮的，比如尿毒清、腎衰寧、海坤腎喜、肾康這些。第3步，看你能不能接受拉肚子。如果我們本身大便就不成形，容易拉肚子，那含大黃的藥就要慎重或者少量開始吃，看看反應。如果我們本身便秘好幾天不拉一次，那含大黄的藥反而正好，一舉兩得。好了，我們来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。臨床治療慢性腎衰竭的中成藥，我們今天主要說了3大類。第一類，保護腎功能的成藥扶正，適合感覺神疲乏力、腰膝酸軟的患者，代表是百令膠囊和金水寶膠囊。第2類，降肌酐、降尿素氮的藥，以驅邪為主，比如尿毒清適合脾虛濕濁、肚子脹，腎衰寧適合脾虛、大便黏滯，腎康適合有淤血、臉色發暗，腎康寧適合怕冷、夜尿多。第3類通便排毒的藥，比如大黃蘇打片和辛清寧片，核心就是通大便排毒。含大黄的成药會引起腹瀉，輕度腹瀉可以繼續用，嚴重腹瀉要停藥。
大家選藥要根據自己的症狀和化驗指標，最好在醫生指導下使用。如果您身邊的人正在被慢性腎衰竭困擾，希望今天的內容能幫到你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點讚收藏，也可以轉發給需要的朋友。感謝大家觀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